著名的考古学家邹衡说过，有2样东西最能代表中国，一是秦始皇兵马俑，其次就是曾侯乙编钟。作为2400多年前的老古董，它出土时仍然还可以进行完整的演奏，其音域可以跨5个半八度，能发出几乎所有的高中低音。更神奇的是，每个编钟根据敲击的位置不一样，还能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这听起来似乎不难，可在实际的制造过程中，需要从材料的成分、大小、厚薄、铸造技术等方面去进行精确复杂的设计。整套系统除了音乐方面，还包括了声学、结构力学、冶金铸造、数学等多门学科。所以曾侯乙编钟可以说是当时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集大成者。另外，编钟上的铭文除了有音阶的标注外，还记载了当时各国的音律，完全是一部古代的音乐词典。但很多人会问，古人是怎么设计出这套精妙无比的音乐系统呢？今天就让我们随着老电影《战国钟声》一起去深入了解曾侯乙编钟背后的秘密。故事讲述了在兵荒马乱、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楚惠王凭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夺得不少城池，成为了一方强霸。日渐强大的他不满足现有的宫廷雅乐，期望能拥有一套更加恢宏大气的礼乐，以彰显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当时蔡国有个身怀绝技的工匠叫姬汉，其打造的钟磬乐器堪称天下第一。楚惠王听闻后，于是发兵攻下蔡国，希望把姬汉抓来为自己铸造编钟。在押送过程中，姬汉和女儿姬香为保住编钟的制造方法，带领其他平民俘虏一起反抗逃走。楚惠王恼怒之余，将负责押解的将领处以车裂极刑，同时命人四处搜捕姬汉妇女。这天，几个小国诸侯大肆吹捧楚惠王的剑技是如何高超，而曾侯乙却一脸不屑地站在旁边。楚惠王觉察后，逼着他举靶而立，如自己于100步之外射不中，愿以1000金财帛相赠。此时，一名曾国乐女看出楚惠王名为打斗，实则却是要借机射死曾侯乙。于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主动抢上前去，举起步靶，最后惨遭射死。一日，曾侯乙和手下戎将在返回都城时，偶然救出了一对被楚国抓捕的平民妇女。细问之下，得知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姬汉。由于多年来战乱四起，礼崩乐坏，所以曾侯乙希望他能帮助自己铸造编钟，以恢复礼乐，安定人心。到时邀请众王共祭先祖，借此感化各方诸侯，息兵罢征，和睦共处。姬汉见曾侯乙虽为小国之主，但心怀仁义，于是答应为其效劳。为了能造出天下最好的编钟，曾侯乙不惜花费重金买来了云梦之铜，戎将则献出了祖传的绝版磬石。随着姬汉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共精心打造出了64个编钟。每个编钟在敲击正面和侧面时，可以发出不同的2个音，而整套编钟能敲奏出完整的12音律。要知道，当时各国都只能演奏5声音律，所以这套音乐系统对于他们来说是名副其实的黑科技。另外，姬汉还专门设计了2尊青铜像，它既可以用来支撑起1000斤重的编钟，同时还能让敲出来的声音更加悦耳悠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更加立体。如果说其他国家用的是双声道，那么姬汉打造的这套编钟就相当于7.1声道。但有了编钟，还要校音和编曲，这样才能发挥出这套旷世之宝的全部潜能。为此，姬香让戎将打来火猎，将猎物临死前的悲鸣编到曲中，同时带领着乐女们对编钟逐一进行调教。这就是咏钟，这叫弦，这叫舞，这叫眉，这叫筝，这叫鼓，分左鼓、右鼓、正鼓，大家各就各位吧。好，好。文妹，中层平黄之弓音还不准，你敲敲弓脚，再敲敲商。这些咏钟上镌刻着各国的音律名称，一看就懂，大家试试。它还不准，还有平黄的侧鼓音还不太准，等我把它校准了才能用。大家练吧啊！曾
国的绥宾，楚国叫平黄。申国也叫夷则，齐国的吕音就是吴舍。要是有一天天下都用统一的音律，那该多好啊！当今虽没有音律名，吉祥姐已经把各国的音律名都刻在钟上了，我们能演奏天下所有的乐曲了。太好了，太好了！这架边磬堪称传世之宝，音很准，要小心敲击。与此同时，曾国上下对造钟是议论纷纷，有说这是劳民伤财，不务正业，也有人很赞同，说礼乐深入人心，民间才没有怨恨和争执，才会互相谦让。反正造编钟听雅乐，总比造兵器打仗好。这日，一豪士因担心女儿被选进宫中当乐师，于是前去占卜，相师将他所闻之事写在龟甲上，通过油灯烘烤后的列翁卦象，断定必然入宫。豪绅因不愿父女离散，于是和相师商量，能不能让他的女儿以婵前去冒名顶替。这对于漂泊江湖、记恨不定的相师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喜事。于是双方就这样愉快地达成了交易。此时楚惠王眼见曾国编钟已然造成，心中是各种羡慕嫉妒恨，于是暗中买通了相师，让其逼着女儿以婵前去破坏编钟，并要他趁着舞剑时刺杀曾侯乙。而以婵自幼和姬襄是最好的朋友，遂实在不愿下手，只能装作晕倒蒙混过去。但楚惠王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派人暗中抓走姬罕，将其右脚砍断，同时还毒瞎了姬襄的双眼。到了先王的祭祀之日，曾侯乙邀请各国诸侯前来赴宴，欲借着编钟让大家罢兵言和。而楚惠王表面上非常支持，还一口薄钟相送，实际上早在四周埋下了伏兵。当日双目失明的姬襄只能凭耳朵来敲奏编钟，宫女们则随着美妙的钟声翩翩起舞。不料这时楚惠王却和手下一拥而上，将姬襄和乐女们统统杀死。当礼崩乐坏，敌去楼空时，受伤的曾侯乙站在大殿中望着姬罕画的剑舞图，明白了当挥袖长舞时，也不要忘记在心中挂上一把利剑。新礼乐的同时，也需要强大的武力来作为保障。而荣将一怒之下要敲碎楚惠王送来的帛钟，可大臣却让他放到曾国的编钟里，以此告诫后代不要忘记历史。这部老电影在剧情方面基本是根据民间传说和个人想象来改编和虚构的，因为曾国的历史几乎无迹可查。但电影对曾侯乙编钟的制作过程展现得很是逼真，从开模、声学设计、编曲、校音都一应俱全。而电影在服化道方面可以说是非常考究，部分道具甚至是按照出土文物1比1进行复制的。比如片中宴席上出现的青铜尊盘，其原型就是来自于曾侯乙墓出土的国宝级文物。从它精美细腻的花纹外观，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古人的铸造技术有多高。而片中多次出现的红黑色皮架，其原型也是来源于曾侯乙墓出土的武士皮架。另外，宴席上还出现过一只漆木质的小鸭子，别看它不起眼，实际上却携带着一个重大的秘密。1978年，在发掘曾侯乙墓时，这只小鸭子随着墓室中的积水漂浮上来，当时考古人员对此并不在意。后来等编钟出土后，大家才发现在小鸭子两侧的图案里竟然绘制了编钟的演奏方法，这进而才让我们能够聆听到2400多年前的旷古绝音。除此之外，电影中使用的饮食器具、手套、扇子、演奏乐器，甚至包括发型，都可以在出土文物中找到对应的原型。比如片中这把像菜刀一样的扇子，原名叫举文彩旗竹扇，出土自江陵马山1号墓。而片中王后的头冠发型是按照长沙子弹库出土的人物玉龙帛画来设计的，这幅画原本描述的是墓主升天的景象。而这架乐器是按照曾侯乙墓出土的彩漆色1比1复制的，色身是由整块榉木雕刻而成，底部和内部凿空，上面有25根弦，能够弹奏出厚实浓郁的低音。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部老电影的考究程度有多高。虽然受限于资金质感稍有不足，但其用心程度很值得现在的导演学习。那么本期解说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